有仇你驴爷爷！你等俺出去，咬死你个周扒皮！看什么看？没见过这么帅的驴！你会说话？我操！你个僵尸也会说话？你说我是僵尸？废话，你身上那股子味儿比我都重。兄弟，快来聊聊天！天天拉磨都快无聊死了。我变成了僵尸，还能听懂僵尸话？可是人类似乎并没有灭绝。根据原主的记忆，人类掌握了某种各治僵尸的方法，把僵尸当成了苦力。走快点儿！没吃饭吗？你们两个畜生，赶紧给我拉磨！你去把这批豆子装好，县太爷还等着要。还是您的镇尸藤厉害，这些怪物不用喂草料，不用发公祠，日夜不休，真是天赐的宝贝。那是自然，不过也得小心。县太爷说了，这镇尸藤用多了，他们就不动了，到时就直接烧了。镇尸藤克制湿气，免费劳动力，用废了就烧。这世道，异类连活着的资格都没有，全是消耗品。大强，你想被烧掉吗？废话，谁想当烤全驴？那从现在起，听我的。你脖子上的套索位置不对，受力点偏高。你有一半的力气都在对抗着磨盘的重量，而不是推着它转。把头低下来，重心压在前马骨上。我操，真变轻松了！这叫杠杆原理。专心拉磨，别让监工看出来。走快点，磨洋工呢！兄弟，你没事吧？这藤子抽身上，是不是痛得想死？不，很爽，甚至想再来一遍。完了，脑子坏掉了。过来。你能听懂我说话？大王别吃我们肉蒜不好吃。我不吃你们，帮我办件事，办好了，以后每天都有黄豆吃。大王您吩咐，上刀山下火海，叔叔我绝不推辞。去镇上听听那些人类在聊什么，关于县令，关于镇尸司，还有后山的焚尸炉。天黑前回来向我汇报。凡哥，你还能使唤老鼠？你生前是个算命的吧？闭嘴，休息。喂，那边的死肉，乱动什么？老实点，别以为变了怪物就治不了你。力度不够，不是刚吃过饭吗？大王，打听清楚了，那个贪官今天在府里砸杯子呢，说是朝廷的镇尸司下个月要来征收劳役师。劳役师？对，就是品相好、力气大的青壮年僵尸。县令把上面拨下来养僵尸的香油钱全贪了，现在城里的僵尸劳力大多都废了，他交不出差。范哥，我今天拉磨腿软了，周扒皮瞪了我好几眼，我肯定在名单上，我不想被烧死啊！想不想以后每天都能吃上大白菜？兄弟，都快成烤肉了，你就别画饼了，咱们连这门都出不去，这铁链是静姐打造的。凡哥，你到底是僵尸还是神仙？我是个讲道理的僵尸。1、2、3，去，帮我把风。有人靠近，立刻通报。动作快点，把那几个废掉的死肉都挑出来。县太爷吩咐了，53克后山的焚尸炉必须点火。这头废驴昨天就看它不中用了，解开，第一个拉去烧。奇了怪了，这死肉昨天看着还快散架了，今天怎么感觉大了一圈？
不对劲儿，他的尸气没散，去拿最粗的玄铁链来，把它交给镇尸司的大人发落。周监公，你会说话，你不是普通僵尸，你是尸王。我不是尸王，我是秀才。快抽他，用针指头抽死他！力度尚可，但还差点意思。从力学角度来说，你们的下盘太虚了。你别过来，我是朝廷命官。周监公，我刚才说了，我只是个秀才。我讲道理，从今天起，他不用拉磨了。是，不拉了。还有，每天工作时间不得超过4个时辰，并且每天必须提供10斤高品质黄豆，少1两，我捏碎你的骨头。好，给，都给。很好。大强，走，去后厨看看。既然不用拉磨了，咱们得改善伙食。秀才，你是我亲爷爷，从今以后你指哪儿我摇哪儿。怪物，你死定了！我要通报镇尸司。呸！这天杀的贪官，连黄豆都贪。不急，大强，想不想干票大的？多大？大到能让我们在这个世道建立自己的规矩。大王，那老邓跑去县衙了，县令正在集结城防军，还请出了那根百年雷藤，足足有500多号人，正往这边赶呢。500人，太少了。大强，吃饱了吗？没吃饱，但准备好打架了。走。秀才老爷，要不咱们还是回去拉磨吧。外面那阵仗，我刚才从门缝里瞅了一眼，黑压压的一片，城防军手里拿的可都是明晃晃的刀枪，能把咱们剁成饺子馅儿。大强，你想一边吃豆一边被人按在地上抽鞭子吗？不想。所以把你的驴背挺直。你现在是一头脱离了低级畜生趣味的变异坐骑。圣人云：威武不能屈。吱吱，大王威武，大王荡气回肠。叔叔，我刚才去前面打探了，县令那个贪官就坐在吧台大轿里，手里跑着个红木盒子，里面装的肯定就是传说中的百年雷藤。百年雷藤，希望能给我这副僵硬的筋骨疏通经脉。县尊大人，就是他，就是这个死肉。他不仅不怕普通的镇尸藤，他还会说话。他徒手扯断了麻绳，还把小人的锁骨给捏碎了。这绝对是成了精的尸王，要造反啊！好一个骨骼惊奇的老医师，力能扛鼎，士气内敛。若是把你这等极品异类抓起来献给镇尸司的大人们，本官明年的考评绝对是甲等，加官进爵指日可待。县尊大人英明，但这怪物力气太大，不可轻敌啊！哼，力气大又如何？不过是具没有痛觉的行尸走肉罢了，还能翻出本官的手掌心？能死在本官的百年雷藤之下，也是你前世修来的造化。完了，那玩意儿带天雷的！秀才，咱们投降吧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！阴阳相激，化为雷霆，此藤竟能自行积蓄天地雷气。这大千的天地造化果真奇妙，若能引气入体，应当是极好的淬体之法。什么阴阳雷气？我说可以动手了，希望这雷霆之威莫要让我失望。狂妄的死肉，不知死活，给我跪下！好，县尊大人神威盖世，这怪物肯定成焦炭了。雷气尚可，
可惜执鞭之人气血两亏，虚浮无力，只入正午，未及骨回。王县令，你昨夜莫不是留宿怡红院了？这手劲儿，连给我捶背都不够资格。你竟然不怕百年雷腾？就算是千年尸王，挨了这一鞭也得魂飞魄散。礼记有云：“来而不往，非礼也。”你放肆！快放手！此等淬体宝物留在你手里，简直是暴殄天物，没收了。反了！全军听令，给我把这妖孽拿下，生死不论！秀才小心！百炼钢的火候不到，杂质太多，导致铁器脆而不坚。这剑杆的维与修剪也长短不一，准头奇差。大前公布的冶炼之术，真是江河日下，朽木不可雕也。休听他妖言惑众，这怪物刀枪不入，用金子压他，堂堂真出刺。脱胎于八卦阵，却只得其形，不得其神。左翼虚逢，右翼凝滞，破绽百出。既然你们不懂得变通，那本秀才就给你们上一堂生动的破阵之法。起！他要干什么？莫门击书，千军之罪，破万法。我的腿麻了！去死吧，怪物！我操！秀才老爷，你真的是读书人？圣人云：“君子不纵辄不威。”读书人自然要有些分量，才能以理服人。你别杀我！我是朝廷命官，按大前律例，杀官乃是诛九族之罪，朕师司是不会放过你的。王县令，你似乎对我有什么误解。我说了，我是个秀才，我有功名在身，我最喜欢跟人讲规矩。规矩，将士也讲规矩。刚才你们无故率军围剿于我，导致我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惊吓，这叫草菅人命。再者，朝廷每月拨给劳西氏的洋户银两和裘叔的口粮，全被你贪没。根据大前律例，贪没军资、苛虐劳役，皆是重罪。我若拿着这些证据去州府告你一仗，你这乌纱帽还能保得住吗？你一个死肉还懂大前律？我这人大度，给你个私了的机会。第一，把县衙粮仓里所有的黄豆装上5辆大车。第二，去城中铁匠铺给我准备300套最结实的铁镐、铁锤、斧头和锯子。第三，把你私吞的镇师司的香油钱换成3000两面值的银票，全部交出来当做补偿。你这是抢劫！不，这叫束修之礼，是我教你如何做个清官的学费。王县令，我这道理讲的可还行？同意，全凭秀才老爷做主。大强，清点物资。老大，黄豆足5000斤，精盐500斤，各类铁器工具300件，还有崭新的大同钱庄银票3000两。大王，咱们发财了！我2辈子加起来都没见过这么多豆子，咱们以后顿顿黄豆拌饭。很好，勉强够起步了。大王，这些无脑师不好管呐，万一他们四处咬人，那镇师大军可就真的要追杀咱们到天涯海角了。叔叔，我可不想陪葬啊！无妨，万物皆有其理，僵尸也不例外。
我知道你们灵智未开，听不懂圣人之言，但从现在起，你们只需要服从一个指令：列阵，收腹，听声，行路不可塌塌，听我号令，左右左，一步走。这是僵尸，比咱们州府最精锐的甲士还要整齐啊！大强，你来喊号子，目标城外30里的黑风山废弃矿场。得令，都给我精神点儿，别丢份儿。预备，走！1、2、3、4，快去禀报镇尸司，就说咱们先出了一个会练兵的秀才尸王。于大强，大王有何吩咐？架锅生火，把黄豆煮了，给每个僵尸分发半斤。啊！煮黄豆？大王，他们可是僵尸啊！他们想吃肉，想喝鲜血，这黄豆吃下去，他们那干瘪的肠胃能刻画得了吗？别吃坏了肚子。《黄帝内经》有云：五谷为养，五果为助，五畜为益。蔬乃五谷之长，最能补中益气，固本培元。僵尸虽然脾胃干枯，无法像常人那般进食，但对于蔬豆中的五谷精气，吸收能力却比人类更强。吃人血肉，伤天害理，且容易让他们彻底沦为狂躁的野兽。煮烂的黄豆足以填补他们筋骨活动所需的损耗。我操！他们真吃豆子！解决了温饱问题，接下来就是立身之本了。大强，明日天一亮，把这些斧头全都发下去。发斧头干嘛？大王，咱们不是来当山贼的哇！野山贼是没有前途的。我要在这个乱世，打造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铁桶江山。啥叫屯田百工？就是从明日起，这50个僵尸分为2班，日班去后山挖铁矿石，夜班去林子里伐木烧炭。我要在5日之内建起一座日产1000吨的炼钢高炉。日夜2班倒，不歇歇？大王，您之前在城里不是跟那个贪官县令说一天只做4个时辰的活计吗？怎么到了咱自己这儿就12个时辰连轴转了？大强啊，此言差矣。给那贪官干活那叫劳役，自然要据理力争，休养生息。但现在咱们是给自己干活，这叫开创基业。孟子曰：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。咱们前期的辛苦，都是为了以后能顿顿吃上香油拌黄豆的太平盛世啊！斥候回来了。大王，我在黑风山深处飞了一圈，这座山后面有一条极好的露天金矿矿脉。不过什么？但说无妨。不过那矿脉附近盘踞着一只极其凶残的变异大虫，体型像座小山，自称黑风山扛把子。他扬言这座山是他的地盘，谁敢踏入半步，他就吃了谁。大强，咱们那炼铁高炉的古风扇，我正愁人力拉不动呢。这不，上好的免费动力园自己送上门来了。老大，咱们非得大半夜来找那大虫的晦气吗？那可是老虎啊，百兽之王！变异前我见了他都得尿裤子，更别说现在了。《论语》有云：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”这山里既然有一位占山为王的地头蛇，作为新来的邻居，我们理应去拜访一二，顺便借他点力气用用。大王，
就在前面那个大山洞里。那大虫白天刚吃了一头野猪，这会儿估计正睡得香呢。不用我们进去了，主人家已经出来迎客了。哪里来的不长眼的东西，敢打扰本王睡觉？一群只配拉磨的废物僵尸，也敢跑到本王的东府门前撒野！大王，他好像起床气很大呀。这位虎兄有礼了，在下李凡，乃是大前天顺元年的秀才，初来宝地，想借贵宝地一用，开炉打铁，兴修农具。不知虎兄可否行个方便？秀才，你个死肉算秀才也敢来跟本王吊书袋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本王不管你是秀才还是状元，到了我的地盘，就是本王的粮食。那就是没得谈了。谈？死肉不配谈条件。大王小心！上书有云：满诏损，谦受益。这不可能！虎兄，你力气虽大，但核心不稳，下盘虚浮。这一扑全是蛮力，毫无章法。给本秀才落！放开本王！你这妖孽！子曰：“不教而杀，谓之虐。”我念你修行不易，今日不杀你，但你刚才对我出言不逊，死罪可免，国罪难逃。虎兄，现在能好好说话了吗？能，秀才老爷，小虎有眼不识泰山，冲撞了您的法驾。您大人有大量，把我当个屁放了吧！你这只病猫还嚣张不？李爷爷，我错了。我不杀你，是因为你有大用。这黑风山废弃的炼铁炉，我看了，风箱极其沉重，普通僵尸拉不动，大强的力气也不够。你体型庞大，肌肉饱满，正适合去拉风箱。供风供得好，我保你每天有吃不完的煮黄豆。拉风扇，吃黄豆，大王我是吃肉的呀，而且我是山大王，您让我去干铁匠铺的苦力，我最爱拉风扇了，我从小就有一个当铁匠的梦想。黄豆好，黄豆妙，吃黄豆能长寿。甚好，孺子可教。带他回营地，明天一早就开工。诸位，我们虽然变成了异类，不容于世，但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这黑风山有矿有木，我要在这里建立我们自己的屯田基地，自给自足。大强，把车上的铁锤拿过来，扔这儿。听我指令，生前打过铁的，向前一步。好，从今天起，你就叫铁锤吧。还有吗？4个铁匠，够了。大强，你带着剩下的46个分成2队，一队拿镐头去后山挖那些露天的铁矿石，另一队去林子里伐木烧炭。得令，大王您就瞧好吧。虎兄，到你了。大王，我真没打过铁呀。不需要你打铁。看到那个巨大的木质风箱了吗？你去把它套在身上。听老铁的锤声，他砸一下，你就往前拉一次，保持匀速，不可过梦，也不可懈怠。
拉风箱。大王，您看这批货咋样？不错，他这手艺还真没落下。这3日打了多少把？锄头100把，铁犁50架，还有开山大斧80把。铁锤他们简直就是先天打铁圣体。老大，我能歇会儿吗？感觉我的腰快断了。虎兄，毅力有待提高啊！休息半个时辰，吃完继续。大王，打这些农具干啥？僵尸又不吃白菜。民以食为天，我们需要黄豆补精气。5000斤黄豆，半个月见底。一旦断粮，他们就会变回杀戮怪物。那咱们去抢，去城里抢粮仓。蠢材，那咱就成流寇了。大前的镇师大军顷刻间就会把我们剿灭。我们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。听我号令，列阵，面朝山坡那片荒地，举锄，挥下，刨土。老大，您这是要教僵尸种地？这叫自力更生，丰衣足食。有了上好的铁农具，有了这群不知疲倦的劳动力，我们自己种黄豆。大前王朝赋税沉重，百姓苦不堪言，而我们这里没有赋税，没有徭役，只有辛勤的汗水和丰收的喜悦。吱吱，老大高见。不过种地得要种子啊，咱们带来的黄豆全煮了吃了，没留种啊。而且这深秋凛冬的，黄豆种下去也发不了芽啊。格物致知也在于顺应天时。既然冬天无法播种，那我们就只能走商业贸易的路线了。啥叫贸易呀？大前王朝战乱加失意，民间铁器极度匮乏，甚至木犁代铁。我们手里这些，在黑市上就是硬通货。老鼠、乌鸦，在。你们这几天在周围的山林里探查，有没有发现人类活动的痕迹？最好是那些走私的商队。有，大王，叔叔，我昨日在山那边发现了一处寨子，叫清风寨，里面大概有100来号人，都建立堆了不少抢来有刀和粮食和布匹。甚好，清风寨，听这名字倒是有几分江湖气。不知他们对这大前最高质量的铁工技有没有兴趣？大王，有人来了，几十号人，手里都拿着家伙，嘎嘎！弟兄们，咱们清风寨发财了！大当家的英明。大当家的，你看那边，僵尸，好多僵尸！真是天下奇闻！喂，那个装神弄鬼的黑大个，老子是清风寨的大当家，独眼太岁赵三刀，识相的赶紧滚蛋，把这些铁器和炼铁的炉子全给老子留下，否则老子手里的镇尸藤抽的你们！原来是清风寨的赵大当家，久仰久仰。在下李凡，大前秀才。你是僵尸，会说话的僵尸。在下虽然身患失忆，形貌可称，但理智尚存，依然是个懂礼义廉耻的读书人。赵大当家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我局的合法财产，有辱斯文啊！去你娘的斯文！一个死肉也敢跟老子掉书袋，管你是秀才是狮王，今天这些铁器老子要定了！弟兄们，抄家伙！孔子曰：“君子动口不动手。”但虽千万人吾往也。既然赵大当家不愿讲理，那在下只能用这农在给各位上上课了。铁锤，看好了！好快的速度！第一式，
横扫天军。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子曰：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。”赵大当家，你今天学到了吗？老子学你奶奶个腿！刀是好刀，可惜力气太小。秀才爷爷，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求祖宗饶命啊！赵大当家，不用行此大礼。我刚才说了，我是个读书人，以礼服人。能谈，祖宗您想怎么谈就怎么谈，我们清风寨上下以后全听您的吩咐。我看各位兄弟大老远跑一趟也不容易，这样吧，既然来了，就帮我个忙，每人背50斤铁器滚回去，3日内送5000斤黄豆、300斤粗盐、100套麻衣来换。少1斤，我就亲自去你们寨里面做客。不够3日内把豆子和盐送来，1斤都不少。哼，知识就是力量啊，大王。不过这力量是不是有点太大了？笑，都给我笑得和善一点。圣人云：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既然有客将至，我们就必须展现出大前读书人的礼仪，不许流口水，不许翻白眼，要把你们内心对人类的善意通过笑容传递出去。大王啊，您快别折腾他们了！您看看他们笑的那个样子，比哭还瘆人，嘴巴咧到耳根子，哈喇子流了3尺长，这哪是迎客呀？这分明是阴曹地府开门迎新鬼呀！大强，你一只驴，懂什么叫宾至如归吗？我李凡生前是个秀才，读的是圣贤书，如今虽然不幸染了尸欲，化为异类，但我这颗向往仁义礼智胜的心依然在跳动。这山里天天对着你们这群大眼瞪小眼的死肉和野兽，连个能一起吟诗作华、品茶论道的朋友都没有，何其寂寞！大王，您的心早就不跳了。我只想交几个活人朋友，大家坐下来喝喝茶，聊聊天下大事，探讨一下4书5经，顺便交流一下种黄豆的心得。难道这也是奢望吗？大王，您一只手能把800斤的青铜鼎举起来当球扔，哪个活人敢跟您交朋友？胡说！只要我笑容够暖，活人定能感受到善意。虎兄别啃了，去只大铁锅烧水，我要煮豆浆迎客。你们去山林里摘些没毒的野果子来，装在破瓦罐里，当做茶点。今日我要在这黑风山办一场茶话会。大王，您怎么知道今天有客来？昨日清风寨的赵三刀下山去筹集豆子，我便让乌鸦跟着。刚才乌鸦回报，赵三刀不仅带着运豆子的车队，身后还跟着10几个骑着高头大马、佩刀悬剑的江湖好友。看那气势，绝对是冲着我们来的。江湖豪客，那肯定是来杀您的呀！非也非也，所谓不打不相识，他们是因为不了解我。只要我以礼相待，以德服人，他们一定会被我的诚意打动，坐下来与我把酒言欢的。赵大当家，你确定那头成了精的狮王就躲在这黑风山里？严大侠，千真万确呀！那怪物青面獠牙，自称是个秀才，小人是被他逼着送粮的。多亏遇见几位大侠，不然今天凶多吉少啊！哼，区区一只死肉，也敢妄称秀才？三姐说的对，连千年旱魃咱们都砍了，还怕个土僵尸？都别大意，州府的悬赏令上说，这只狮王能徒手捏碎金刚，不怕普通的镇尸藤。待会儿上了山，不要废话。老二、老三用符箓封走位，老四、老五用铁网困住他，然后剩下的交给我。大哥放心，不出半炷香，定让他身首异处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在下李凡，大前天顺元年秀才，
久闻江南七煞威名如雷贯耳，今日诸位大侠大驾光临黑风山，真是令这荒山野岭蓬荜生辉。快快请进，粗茶淡饭不成敬意，还望诸位海涵。这画面也太阴了吧！大哥，咱们是不是走错地方了？装神弄鬼！妖孽，你少在这里装模作样！你以为穿上人的衣服，学两句人话，就能掩盖你的本性吗？我江南七煞今日就是来替天行道，斩了你这祸害的！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。我本将心向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沟渠。诸位大侠，在下是真心诚意想与各位结交为友。你们看，这茶都煮好了，果子也洗干净了。大家有什么误会，坐下来边喝茶边聊，难道不好吗？为何非要舞刀弄枪，伤了和气？谁他妈要跟一只僵尸做朋友？大哥，别跟他废话！哎，粗鄙，实在太粗鄙了。这位兄弟臂力尚可，单纯依靠蛮力，不懂得运用寸劲，这流星锤的威力连一半都没发挥出来。相见即是有缘，既然你不想喝茶，那在下就免费指点你一二，全当朋友间的切磋了。哎呀！老四，结阵，用内招！天地无极，烈火焚心！柳姑娘，你这火候掌握的不错，深秋寒气重，在下这副身骨正觉得有些僵了。什么？你这把火烤一烤，倒也去湿气，舒坦的很。不可能！狂风72斩！这位兄台，你这推拿的手法着实精妙，尤其是砍在肩经穴和曲池穴的那几下，我这僵硬了半个月的肩膀，竟然被你给砍松垮了。多谢多谢。大哥，没法打，这真没法打！他这是金刚不坏的罗汉转世啊！废物，都给我滚开！妖孽，吃老夫一记开天剑！子曰：“不知礼，无以立也。”燕大侠，你脾气太暴躁了，朋友之间还是斯文些好。这怎么可能？燕大侠，你的剑太重，煞气太重，不适合交朋友。技不如人，老夫认栽。诸位大侠，气出够了吧？现在我们可以坐下来，好好喝杯茶，交个朋友了吗？你到底什么意思？大强，上茶。这哪里是交朋友，这分明是强买强卖！承蒙李兄看得起，这朋友老夫交了。李兄好功夫，这茶真香！好，痛快！有道是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。燕兄、柳姑娘，诸位兄弟，从今天起，你们就是我李凡在黑风山最好的朋友。以后在江湖上遇到什么难处，尽管来找我。多谢李兄。赵大当家，小人在。相请不如偶遇，今日我与江南七社结交，赵大当家也来喝一杯吧。多谢秀才爷赏赐。好了，既然都是朋友了，我也不多留诸位了，毕竟天色已晚，山路难行。大强，替我送客，顺便把那50把锄头给朋友们带上。这个满口仁义道德的秀才狮王，还蛮可爱的。李兄，告辞。恕不远送，常来玩啊！你看我说的对吧？强扭的瓜其实也很甜的。您开心就好，下次交朋友能别让人尿裤子了吗？
王县令，你说这穷乡僻壤出了头狮王，本统领日夜兼程赶来，怎么到了这儿，却听说那怪物只是个秀才变的？皇甫统领明鉴，那怪物生前确实是个秀才，叫李凡。可他变了僵尸之后，不仅保留了神智，那力气更是大的离谱啊！连清风寨的土匪和江南七豪。燕大侠，你们这是？别提了，这活老子不干了，退钱！我当是谁？大名鼎鼎的江南七煞，去趟黑风山，回来改的当佃户了。你懂个屁！站着说话不腰疼，那根本不是僵尸。老子的流星锤被捏成了铁饼！放肆！一群不入流的江湖草莽，学艺不精，被一头死肉吓破了胆，也敢在本统领面前狂吠。燕狂徒，本统领且问你，那怪物可曾用了什么邪门法术？没有法术，没有符箓，没有毒杖，可有招来漫山遍野的狮群围攻你们？也没有。那些僵尸就站在两边，冲着我们笑。他还给我们煮了豆汤。滑天下之大稽，一头死肉请你们喝豆汤。我大哥说的是真的，他不仅逼我们喝汤，还要跟我们交朋友。我们要是不喝，他就要硬灌，他太可怕了。被一头僵尸戏耍成这样，简直丢尽了活人的脸。来人，传本统领军令，集结300天罗卫。本统领今日就要上这黑风山，亲自会会这个秀才狮王。唉，去吧去吧，又多了一个去送农具的。子曰：不学礼，无以立。咱们既然在这黑风山安了家，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浑浑噩噩、茹毛饮血。我们虽然身子骨僵了，但内心的道德不能僵。本秀才教你们第一课，作揖迎客之礼，这叫拱手作揖。当有活人朋友上山时，不可龇牙咧嘴，不可扑咬，要面带微笑，躬身行礼。听懂了吗？来，全体都有，双手交叠。大王，他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。你这样毛毛躁躁，成何体统？别笑，继续，躬身。呸！大王，这也太残忍了吧！大强，你不懂，世人皆有偏见。我教他们礼仪，是为了证明我们也是讲道理的生灵。大王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何事惊慌？不成体统。大批的人马正往咱们山上冲呢，300多号人，全穿着暗红色的重甲，打着镇尸的大旗，带头的那个长得可凶了，手里还拿着一张会发金光的大网，来势凶啊！是，完了，肯定是州府的精锐到了，咱们这回真得跑了。300多人，还带着发光的大网，看来这大前朝廷终于派人来了。不过这待客之道，倒也别致。大王，人家那是来网罗您这条命的呀！都别慌，全体僵尸整理仪容，列队，锅里添水，加大火力，再出100斤黄豆。今日我们要用最饱满的热情迎接远道而来的贵客。统领大人，前面就是废弃矿场了，这山里怎么会有炊烟？怪物还学会做饭了。哼。不过是沐猴而冠罢了。那怪物生前是个秀才，越是这样自以为是的异类，死得越惨。啊！在下李凡，大前天顺元年秀才，久仰诸位官爷大名。
今日诸位大驾光临黑风山，真是令这荒山野岭蓬荜生辉。诸位一路攀山，定是口干舌燥，不如先坐下，喝碗黄豆热汤解解乏。这怪物在说人话！大胆妖孽！一具腐臭的死肉，也配与本统领称兄道弟？穿上这身儒衫，就以为自己还是个人了？官爷此言差矣，万物皆有灵。我李某人虽化为异类，但并未伤天害理。诸位一上来就喊打喊杀，岂是朝廷命官的行事做派？不如我们坐下来，摆事实，讲道理。我讲你娘的道理！天罗卫听令，赴九阳天罗网站。诺。妖孽，诛佛！大王小心，内网不对劲儿！网罗人才本是好事，可惜容易伤了和气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被九阳天罗网告住，就算是1000年的尸煞，也得在一炷香内被阳气化成一滩血水。哈哈哈！收网，把他给我勒紧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你们这网的材料是不错，金丝混墨线，韧性极佳。若是用来打鱼，定能满载而归。可惜你们拿它来困我。子曰：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动。你们一言不合就动手，毁我衣衫，此乃大不敬。今日本秀才就给你们上一堂，什么叫真正的礼尚往来。给我起来！什么？这不可能！肉身怎么可能撕裂天罗金丝？因为我已经不是人了。妖孽！我杀了你！你这刀太轻了，连给我挠痒都不配。子曰：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既然你们喜欢动刀，那就尝尝这滋味吧。挡我者，皆不懂礼。保护统领！妖孽，你休要猖狂！给我战！这位统领，你刚才这一锤没有丝毫的礼法。子曰：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你这般无礼，实在是有辱斯文。这叫来而不往，非礼也。别愣着了，去把锅里的黄豆汤端出来。不许无礼！诸位官爷，既然切磋完了，现在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交个朋友了吗？你
到底想怎么样？士可杀，不可辱！我想交朋友啊！我刚才说过了，只要你们喝了这碗汤，承认是我李凡的朋友，今天的事就一笔勾销，大家和气生财。如果不喝呢？子曰：敬酒不吃，那就只能吃罚酒了。我这人脾气好，不杀人，但你们若是不肯交我这个朋友，那我也只能把诸位留在这黑风山上，每天陪我探讨四书五经了。好，我喝。我黄甫傲交你这个朋友了。好，黄甫兄果然是个爽快人。既然是朋友，那朋友有难，理应拔刀相助，对吧？你想干什么？大强，在，大王吩咐。去，把之前清风寨朋友们送来的那300把金铁农具拿过来。既然是朋友，看我这黑风山百废待兴，诸位官爷都是习武之人，气血旺盛，今日就留下来帮我把这几百皇帝给翻了吧。堂堂镇尸司精锐，去给这僵尸翻地种黄豆，如何？怎么，黄甫兄不愿意？愿意，朋友之间理应如此。知识就是力量啊！这秀才大王交朋友的方式真特么费人啊！统领大人，兄弟们实在撑不住了，那怪物简直是个疯子。闭嘴！大人，咱们逃吧。属下观察过了，那狮王李凡也是僵尸。古籍上说，僵尸吸食月之阴气，子夜时分虽然阴气最重，但也是他们躯体最僵硬、神智最混沌的时候。咱们趁现在摸黑下山，只要进了城，调集州府的火部营，定能将这黑风山夷为平地。好，叫醒兄弟们，咱们偷偷的出去。妖孽就是妖孽，即便会说2句圣人言，也改变不了死物的本性。等本统领带火器营回来，非把你的光头轰成碎渣！怎么回事？你动了！1001，1002。大人，他在干什么？那石头是纸糊的吧？1008，今日的功课算是做完了。诸位朋友，长夜漫漫，无心睡眠啊？怎么，诸位也是想与李某一同强身健体？李凡，你少在这里猫哭耗子！我等乃是朝廷命官，你真敢把我们扣在这里当一辈子的苦力？你就不怕诛九族吗？黄甫兄，你这话就见外了。子曰：既来之，则安之。诸位既然成了我黑风山的朋友，那就是一家人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我不仅不会扣你们一辈子，等这山上的黄豆丰收了，我还要送诸位一人一车豆子，风风光光的回城。谁要你的破豆子？怪物，老子跟你拼了！这位小兄弟脾气有些暴躁。我李凡生前是个读书人，最讲究以德服人。我每日苦练肉身，不是为了杀戮，只是为了在遇到不讲理的人时，能让他安静地听我把道理讲完。诸位若是不想回去睡觉，那今晚咱们就在这悬崖边上开一场《论语》的讲学会。谁若是能背出全篇，我现在就放他下山，如何？黄甫兄，你是统领，你先来。子曰，妖孽休要猖狂！错了。子曰：学而不思则罔。黄甫兄，你不用心啊。你们我们这就回去睡觉，明早一定按时起5更去翻地。孺子可教也。黄甫兄，夜深了，
明日还要离地，早些歇息吧，切莫再起这些不切实在的念头。这黑风山的路不好走。大王，好重的尸气，比您身上的味儿冲多了。是尸潮，而且有大凶之物。大王是林山的血甲将军，那可是真正杀人不眨眼的千年老狮王啊！他听说咱们黑风山换了主人，派出了大量的铁器，今天是特地来抢地盘的。完了，全完了！这等凶煞之物，就算是我全盛时期带着大军也未必能抵挡。今日我们都要死在这荒山野岭了。那片土地埋着我准备用来培育优良斗种的希望，尔等蛮夷之物，安敢践踏无有之汉水？安敢毁我黑风山之良田？铁锤，列阵御敌！不知礼教，犹如禽兽。论语有云：“有朋自远方来，必先问候其母。”今日本秀才就教教你们什么叫铁拳无敌。教师，那是诈病！礼尚往来，力拔山兮气盖世。你到底练的什么邪功？我没练邪功，我只是每天深蹲1000次，举10摞1000次，俯卧撑1000次，顺便每天保持良好的心态，读几卷圣贤书罢了。现在，我们来谈谈赔偿的问题。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。你这群没有教养的手下，踩坏了我朋友们辛苦半天翻出来的良田。你说这笔账该怎么算？我赔！我山洞里有金银财宝，全都给你。我不缺金银。我这黑风山百废待兴，正缺大量的苦力去挖矿。我看你这身板挺结实，你手下这几百个废物虽然脑子不好使，但也有把子力气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黑风山采矿大队的大队长，你手下这些僵尸全编入劳工营，谁敢偷懒，我就把他捏成铁饼，去给我的猛虎拉风箱，听懂了吗？让诸位见笑了，山野村夫不懂规矩，打扰了诸位休息。李兄，黄甫敖井底之蛙，不知这天地间还有李兄这等以肉身正道、坚守本心的大才。这世间的贪官污吏、虚伪之徒，比这狂暴的尸潮还要令人作呕。李兄虽然身在黑暗，但行事光明磊落，重情重义，甚至为了我们翻出的一片地，不惜与狮王开战。我黄甫敖服了。若是李兄不嫌弃我等粗鄙，从今往后，我黄甫敖还有这300天罗卫，就是黑风山的朋友。兄弟们真心实意，想交李兄这个朋友，愿交李兄这个朋友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好，黄甫兄言重了。既然是朋友，那以后在这黑风山，有我李凡一口黄豆吃，就绝对少不了兄弟们的一口汤。大强、老铁、虎兄，去把最大的锅支起来。大王，煮黄豆吗？把血甲将军私藏的那些肥猪野味都找出来，今晚咱们和朋友们吃肉。子曰：“不教而战，谓之器。”你们昨夜不分青红皂白，冲撞我的营地，踩坏了我朋友们翻好的洋田，这叫不知礼。
你叫什么名字？回大王，小将生前乃是大前开国先锋，人称血甲。生前的事如过眼云烟，子曰逝者如斯夫。既然你现在归入我黑风山门下，得有个像样的字号。看你浑身紫黑，以后就叫你老黑吧。老黑，怎么你不服？不，老黑服气。这名字透着一股子返璞归真的圣人气概。甚好。从今日起，黑风山没有狮王，也没有将军，只有农夫、矿工和养殖户。你们虽然变成了死肉，但只要进了我黑风山的门，就得守我黑风山的规矩。第一条，克己复礼，绝对不许袭击活人。谁敢动我这些活人朋友一根汗毛，我就把他浑身的骨头一寸一寸的捏成粉末，用来给黄豆树肥。李兄高义，我等天罗卫也绝不惹事，愿与诸位师兄和平共处。黄甫兄客气了。老黑，你带着你手下这帮不知轻重的莽夫，今天日落之前把这片地给我重新翻一遍，翻不完家法伺候。大王，我可是千年师煞呀，我带兵打仗行，翻地我不会呀。不会可以学，圣人云：敏而好学，不耻下问。学，我们这就学，小的们都给老子拿上锄头。哎，那边的，说你呢，锄头举高点儿。翻地是翻地了，可是有个大问题啊。说，这帮新来的家伙跟咱们原来那50个兄弟不一样，他们在山里野惯了，天天吃生肉喝鲜血。您现在让他们吃黄豆，他们根本咽不下去。刚才我看好几个僵尸一边翻地一边流口水，眼睛直勾勾的盯着那些兵爷的大腿呢。子曰：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也。既然他们想吃肉，那就给他们吃肉。啊，大王，您真打算让他们去咬人啊？您刚才不是还说要克己复礼吗？山里那么多飞禽走兽，难道还不够他们吃的？可是大王，他们这1000多张嘴，就算把黑风山的野兔山鸡全抓光了，也不够吃几天的呀。所以我们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，竭泽而渔，岂不获得而明年无虞？我们要抓，但不能全吃了，我们要把它们养起来。老黑，过来。大王，地翻得挺好，没偷懒。从你的队伍里挑出300个跑得快、身子骨还算完整的。挑出来干啥？要打仗了？去抓野猪。抓猪？必须抓活的，公母都要。记住，不可咬死。是。虎兄，你是这山里的霸主，野猪的习性你最清楚。你给他们带路，去深山老林里，把那些野猪群都给我赶出来。大王，抓活的回来放哪儿啊？这就要辛苦黄甫统领和天罗卫的兄弟们了。黄甫兄，李兄有何吩咐？黑风山百废待兴，我打算在那里建一个野猪繁育基地。这垒石砌墙、规划猪圈的活计，僵尸们脑子笨，干不来精细活。
还得仰仗皇甫兄和诸位兄弟。怎么，皇甫兄觉得委屈了？不委屈，李兄这是为了约束狮群，造福苍生，此等大义，我等五部垒个布头算什么？兄弟们都起来，搬石头，砌墙。大王，任务完成。小的们漫山遍野的撵，连那些正在配种的公主都没放过，全给您抓活的了。干得不错。皇甫兄，猪圈垒好了吗？李兄放心，按照军中安营扎寨的法子垒的，全是用几百斤的大石头干砌而成。别说野猪，就算是头大象也撞不开。好，把野猪全关进去。大王，真不吃啊！现在吃一顿，养起来，让他们下崽，以后我们就能天天吃猪肉。但在这之前，我有话要说。子曰：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。”从今天起，除了每天翻地喂猪，你们所有僵尸每天必须给我进行2个时辰的体能操练。僵尸还需要操练？没错。每人挑一块不低于200斤的石头，举过头顶深蹲，500个为一组，每天2组，做不完的不许吃饭。怎么有意见？圣人云：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我每天举几万斤的石头蹲1000下，让你们举200斤蹲500下，过分吗？不过分，大王圣明。1、2、3。君明鱼水情，儒道济苍生。古人诚不欺我啊！不好，那野猪见血了！站住！大王有令，不许杀生！列阵，拔刀！找死！子曰：“克己复礼为仁。”饿了，想吃肉，肉就在这里，血也在这里。谁敢上前吃一口，我就拧谁的脑袋。大王，这太狠了！天将降大任，必先苦其心志，连这点本能都克制不了，以后如何随我成大事？很好，大强，把这头猪拿去处理了，今晚给所有兄弟们喝肉汤。他不是在驯兽，他是在教化，用最纯粹的暴力建立规则，用最坚定的理智压制本能。这怪物竟然真的把一群只知道杀戮的死肉练成了一支有纪律的军队！李兄，皇甫兄有心事。李兄，我这辈子见过无数自诩为名门正派的活人，他们满口仁义道德，背地里却男盗女娼、贪赃枉法。就拿那青石县的王县令来说，连救灾的粮食和我们镇尸司的军饷都敢贪墨。可我却在这荒山野岭，在一群被世人唾弃的僵尸身上，看到了一种极其纯粹的规矩和信义。李兄，你这黑风山不杀活人，开荒种田，甚至还圈养野猪，你不仅练他们的肉身，还管教他们的心性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生前饱读诗书，总想着考取功名，辅佐明君，开创一个夜不闭户、路不留眼的太平盛世。可惜我死了。
变成了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。这世道，朝廷不讲理，贪官不讲理，甚至连这失意都不讲理。既然他们都不讲理，那我就用拳头打出一个讲理的地方。我要在这黑风山建一个属于异类的王道乐土，不咬人，不作恶，自给自足。黄甫兄，你是大钱的精锐，你若想走，明日我便让老黑护送你们下山。下山？去给那些人当狗吗？李兄，你这黑风山的猪圈垒得还不够结实。明日我带着兄弟们去后山采些青石板，咱们把那猪圈扩建1倍。等明年春暖花开，老子要吃烤全猪。好，有黄甫兄相助，我这黑风山的大业成矣。